我要先说结论的话，就是德国的情况比法国还糟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毒害在德国更深。我呢，1989年我在德国住过1年。那么邀请我从中国去访问的就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德国的左派政党。那么当时我是在西柏林的这个德国经济研究所工作，同时也就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那么当时我在西柏林住的时候，因为靠东柏林很近，所以东德垮台之前，我也曾经到东德找那里学者交流。那么后来我到美国以后，又多次回德国，所以我甚至还有机会认识了德国70年代极左派的一些成员，所以我从他们也了解了一些德国左派的情况。所以这样讲话，就我对德国的这个左派不是很陌生。那么1989年年初的时候，邀请我去德国的那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个基金会叫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这个就是艾伯特基金会，他突然通知我说，他们要派大巴安排这个他们资助的各个国家的几个访问学者，专门从当时德国的西德的首都伯恩到西德西部的小城特里尔，去干嘛呢？去参观马克思故居。我本来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出于对主办方的礼貌呢，就参加了这次旅游。那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件事情。我在马克思故居门口的留言簿上看到了一个中国人用中文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老马呀，你可把咱害惨了。”这个留言者显然是属于中国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到德国的学者，而且能独立思考。那他把他在北京不便公开讲的话呢，留给马克思故居了。那德国这个马克思啊，确实把全世界害惨。这种体会呢，只有深受共产党统治的人才会说得出来。那么当初我是初到德国，对社会民主党仍然尊敬马克思啊，十分困惑。后来慢慢才了解到，说在德国人当中，很多人是继续在吹捧马克思。那不只是老一代人，年轻人也同样。那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觉得相信马克思主义、尊重马克思主义、追捧马克思主义不是耻辱，是荣耀。那马克思主义政权现在还在继续威胁世界和平，中共就是这样的。那么21世纪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就不来谈这个马克思主义在上个世纪对人类社会造成多大危害了。那么今天如果继续还在热爱马克思主义，我觉得是一种对人类良知和社会正义的背叛。但是在德国，这就是现状，就是德国人多数现在热爱马克思主义，你可以说是一种对人类良知、社会正义的背叛，尽管他们不承认。那在德国呢，左派政党当中，除了社会民主党，还有绿党。那么据说下一步默克尔下台了以后，有可能当德国总理的就会出自于绿党。那么德国这个绿党是个什么背景呢？我2006年曾经和德国绿党以及位报纸主编深谈过，那他告诉我一些真话。他说德国绿党最早的骨干就是原来德国的 Red Army 红军派。红军派是什么？就是德国的共产党式的恐怖组织，而且他告诉我他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只是那时候年轻，是小弟。那个时候他说他们上个世纪70年代在西德是绑架暗杀起家的，专门勒索钱财。那么德国红军派的口号是马克思主义加毛泽东主义，和法国人一样。那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呢是要消灭资本主义，那毛泽东主义的部分呢，就是要暴力革命。这个1968年4月2号的时候，第一代红军派的首领叫做安德烈斯·巴德，还有一个是安斯林，他们在法兰克福2家百货公司纵火，理由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方式。那么2场火灾造成70万马克的损失，就十几万美金的损失。然后呢，70年代上半期。面对这样一个红军派，就是一个恐怖主义暴力组织，
德国民意调查的结果是，西德有40%的居民支持他们，很多人自愿为红军派的成员提供秘密住所，而德国政府抓了其中一些人，把他们关起来了，居然在社会上激起了声援这个红军派的浪潮。所以从这方面看，德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爱好并不比法国人少。那么这个恐怖组织就是红军派，曾经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头从事地下恐怖活动，包括绑架和杀害德国联邦总检察长这个 Siegfried Buback， 还杀害了这个银行家 Jürgen Bondau， 然后1977年9月到10月还绑架杀害了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那么案发以后，这些骨干呢，往往是逃到东德去，以便躲避西德的追捕。那么红军派从1970年到1998年实施的谋杀、炸弹袭击和抢劫事件，一共造成34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那么迄今为止，这些案件没有完全澄清。那东德垮了以后，他们又回到西德了，然后组织了绿党，让当年一些2线的成员和年轻的成员出来从政。除了这方面，我想再说另外一点，就是以前我在节目里提到过，共产党国家如果要转型，不光是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还有个最重要的决定政治转型、经济转型方向的，就是社会转型，就是要批判这个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共产党的价值观。但是我要特别讲一点，虽然2个东德、西德统一了，西德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上的代价，但是德国统一之后，没有批判东德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也没有实行对东德的民众他们脑子里的红色价值观的净化运动。那么同样这种净化运动呢，在中欧国家，就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做过，唯独东德不肯做。原因在哪里？因为西德人当中，他们本来就有很多人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么很显然的，你不去净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红色价值观对东德人的影响和西德人的影响，那么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它就会继续影响统一以后的德国的政治路线，会让马克思主义继续在这个大学和媒体圈内活跃下去。而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就是前东德共产党的一个替身，现在叫左翼党，现在东德地区又重新当选。现在呢，德国的老牌左派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是逐渐下降，但是更左的这个绿党其实势力不小。那么为什么德国总理默克尔会纵容数百万难民跑到德国去，让德国面临巨大的困境？这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默克尔所属的这个德文叫CDU，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原来呢是一个中间偏右的政党，但是默克尔执政的是靠和左派的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所以默克尔为了迎合左派，就把政策大幅度左倾。那第2个原因就是德国联邦国会的多数议员都是左派，而德国大多数州的州政府都被左派把持，所以呢，德国这个政坛是左派思想和左派势力成主流，他们主导了联邦德国的政策决定。那么现在在德国各个领域掌权的都是1968年那一代普遍左倾、崇尚左翼革命、崇尚毛泽东的人，因此德国过去40年以来，这个社会和政坛是越来越左。这一点在德国的资深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中产阶层和文化精英当中尤其突出。他们这些想法就是要去德国化、去国家化、去民族化。他们梦想中的欧盟一体化呢，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没有民族区分的欧洲。为此呢，他们就要不断地消除德国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想让德国融化在欧盟这个大家庭里头。这就是2015年德国这个失控的难民潮的原因。那德国能不能跳出这个向左转的死路？我刚才讲法国现在有点希望，
要抛弃左派，但是德国未必，因为他们跳不出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也因为如此，所以东德共产党政权是垮台了，但是德国整体上拒绝批判马克思主义。默克尔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默克尔在东德生活了35年，不是小毛孩子了，35岁了，但是德国拒绝批判马克思主义，默克尔本人也拒绝批判，他从来不批判共产党文化、共产党价值观，相反，他是这样说的。我刚才讲的，他在东德从小长到35岁，他说他回忆他的年轻时代，他说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西方往往忽视这一点，东德的生活也不全是政治。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在为东德共产党政权辩护。所以默克尔的亲中共，当然是有德国经济上依赖中国的这个因素，但肯定还有他个人青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中共好感的因素。那么我德国统一以后，我多次到过德国，每次都会有机会遇到一些东德的知识分子，我发现他们普遍对中国有好感，对中共有好感，因为他们对失去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而充满了失落感。所以默克尔对共产党制度的态度，既体现了他个人的价值观，我相信默克尔的价值观有相当部分是共产党的，也反映出来德国很多人的价值观也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它是很难走出马克思主义的阴影。是。